杨氏太极拳之 1.6 白鹤亮翅。杨氏太极拳里凶狠的招式。这里所说的太极拳不是为了一般表演以及纯粹健身的太极拳，所以不会告诉你手一定要动到什么角度，更不会去统一节奏。因为这里的杨氏太极拳打法等于用法，前后招有因果关系，整套太极拳说明着太极拳的原理。所以我们以太极拳武术的原理告诉您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，它的真实用法，以及这套拳到底在告诉您什么。假如做错的话，在武术上会有什么后果？所以假如您只是为了健身，基本上可以跳过。由于现代已经是科学昌明的时代，所以古代的气功或安静等形容的技巧，我们将以现代科学的论述来呈现，让您更容易了解什么是太极拳，同时知道太极拳其实巧用了许多力学的原理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没接好，所以经常地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严重警告，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提手上势之后，就是一招颇为厉害的白鹤亮翅。在说动作前，我们再看一次提手上势。假如您有对打过，您就会发觉做出了提手上势后，其实对手会跑出一个大漏洞，那就是心窝。所以很顺手的就会联想到这个动作。好了。当然的，这个动作很出名，8级的顶心轴。当然的，在太极拳里也不会放过这个漏洞，只是手法不同。我们在学白鹤亮翅时会有一段叙述：提手上势，挤靠白鹤亮翅。也就是在提手上势之后，会接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：挤靠。动作以身带动，两手向左轻轻晃动，右手意在掌心，要能发出把对手的手拍开的劲道，也就是这个是发腰劲。横轴转手往下，同时左手护肘，挤进对手中门，用身体肘部去靠对手，此时重心在右脚。后左手由身体带动，往我左下方拨，同时移动左脚呈虚步，脚尖点地。然后右手往右上方展开，如展翅，意在手背。这个就是整个白鹤亮翅的动作，与八极拳不同，就是后续的发展。当我做挤靠，因为是极端危险的动作，请轻轻就好，对手就会马上用左手去挡。在这个状况下，也只有左手能用。当对手挡下，特别是用力挡下时，我左手就顺势踩对手左手往左下方带，使其落空往下跌，这时刚好就会被我的脚踢到或是绊到。也就是在这里，虚脚其实代表
T。当然，又是那句话，太极拳的脚法很含蓄，所以这里又是单重。当然的，通常会想，被落空时难道不能进行攻击？当然的，最简单的攻击就是扑面。结论就是后面这个影片。当对手被落空，一定会想办法平衡，不被我攻击，所以通常会使用右手挡住我的腿，同时进步右步稳住。这时我就可以借其撑住的力量，顺势以量次拍击，使其跌出。手在上或手在下皆可，端看当时的状况。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又是一个落空借力使力的招式？我想您在我所解说的太极拳里，应该已经看到许多落空以及借力使力。其实这就是太极拳的本质。必须注意的是，这次除了借对手反抗的力以及自己腰旋转的力量之外，其实还借了另外2个力。在对手当我靠时，我拨拉对手的手，除了靠腰转的力量，还要借重沉，也就是我们的体重，虽然借的不多。往左往下拉时，除身体动作外，我们的腿也要微蹲，身体同时也要进行含胸。另一个就是在展翅时，前面那个拉的攻击可以当成蓄劲，也就是借含胸压缩身体的弹簧，展开时借用呼吸以及身体伸展，同时腿往上撑的力量。所以展翅的力量就包含腰转、转动惯量、腿向上及螺旋、胸部伸展以及呼吸的力量。这个凭良心说有点困难，没手把手亲自调整，真的很难体会这些力量。我只能说，既然有影片，就请放慢、放软、放松，体会一下各种的力量，同时整进。假如您从单边看起到白鹤亮翅，我想您一定会觉得怎么会连接的这么精密，而且明确地说明着太极拳的一些思路以及原理。几乎都是借力而为，而且手手都有用，全无虚手。这应该是我们祖师爷用心编出的无字书，要您用心的去读。假如您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除了订阅、按赞或点左下角有趣的武术进入频道外，可以储存本影片作为下次要看影片的路标。储存方法在播放视窗右下方有个储存的选项，请点下去。会出现一个对话操作框，请注意红框内为自己建立的。可以点选稍后观看，就是下一章第一个红框，或者自己创建，点选建立新的播放清单，第2个红框。
点选后，前面的小方块会变成蓝色，如图所示。完成后，点对话框右上叉就可以完成。当您想要再看，或者要看我有无新的影片，可以打开 YouTube 首页，点击左下媒体库。进入后，以右边拉霸调整位置，就会看到之前储存的稍后观看选项，就会出现所储存的影片，点击就可播放。假如您是另建播放清单，就请寻找您建立的播放清单，就可以看到。要进入影片频道，可以点击播放视窗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以进入频道页面，查看所有影片，看有没有没看过的影片。